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就在昨天晚间，我们看到美股继续反弹，反弹幅度0.16，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非常明显的看到了一波日线级别的对称性的下跌和反弹的过程。那在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美股做了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反弹，最终呢，我们认为压力位处在34000点附近。那道琼斯走到这个位置上，处于压力位横盘震荡几个交易日之后呢，在上周五出现了一个继续上行的动作，那么34000点的压力位就转化为支撑位。那在昨天晚间美股继续上行之后，那在今天美股开盘之后，我认为美股会有继续围绕着34000点争夺战之后的下一步的反弹。行情除了日线级别对称性涨跌之外，我们还要重点关注的是周线级别这个位置上发生了什么。那在周线级别我们就可以看到啊，美股道指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做出了日线级别反弹，并且在日线级别第一轮的反弹过程当中，在周线的这个级别上就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悟空阳线在这个位置上出现。那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它的收盘价刚好处在34000点附近，这个位置不跌破的情况下，上方可能会连续上涨，走出一轮上涨西游。那么就此来看，美股重新回到了一个正常的反弹转变为反转的一个趋势当中。同时呢，在最近的几个交易日来看我们看到黄金连续下行那么原油呢也出现了不断的下挫行情。所以呢，我们看到世界金融市场正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跷跷板效应，就是美股的反弹让黄金和原油出现了纷纷的回撤。那在比特币的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比特币跟随原油、黄金出现一波上涨之后，又跟随美股出现了短暂式的上冲行情但是最近几个交易日美股的继续反弹，让比特币在高位出现了震荡和调整。我们看到比特币连续多个交易日止步于高点38500美金附近。那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一轮上涨也是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我们很早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6月下旬的这个阳线，我们管它叫做悟空阳线。6月下旬到10月中旬的 K 线呢，都属于干扰性 K 线，都从属于悟空阳线当中。上方呢，我们看到了8节阳线和沙僧阳线，同时提出观点沙僧阳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呢，比特币从本周开始出现了高位震荡的行情。我们认为它的震荡区间是在37000点到35000点这样的一个区间，围绕着11月6日的这周的沙僧阳线的开盘价和收盘价做区间震荡。那大的趋势固定之后，我们还要有一个观点，就是上方呢仍然有唐僧阳线的预期是一个多头的预期，大周期呢是一个多头趋势，短时间内沙僧位在这个位置上震荡，然后敲到日线级别上，可以看到本周行情再完成一轮突破式的上涨，形成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在38500点，也就是10月9日这一天出现了新的一个悟空阳线。那这个悟空阳线出现之后，上方虽然有8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预期，但是目前的结构没有给它过多的一个支撑。首先是我们看到 K 线在4小时级别、日线级别上都是一个上冲偏离我们最重要的均线系统144日均线、169日均线的一个状态。那这种状态呢，非常容易发生回落。同时呢，我们看到当前行情当中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短时间发生突破之后，下面的行情当中有焦点位作为吸引力的作用，因此呢，在4小时级别的这个维度上，它要进行一定的回踩，这就破坏掉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悟空阳线。那这个悟空阳线破坏掉之后，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回踩于35000美金附近。这个位置呢是焦点位形成了一个支撑位，同时呢也是144日均线、169日均线构成了一个支撑。再者呢，这个位置上可能会出现4小时级别调整，因为我们在前面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它的调整时间幅度是不足的，因此呢，当前盘面当中正在进行的是围绕着10月10日的这个悟空阴线。注意看这里是4小时级别悟空阴线做的可能会发生的4小时级别调整西游。因此呢，我们看到比特币在高位止步不前，始终在36500到37000美金附近盘旋，并且有一定回落。回落之后，这个过程可能由缓跌到急跌做一个加速，最终完成它的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之后，然后重启它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沙僧阳线，并且最终出现唐僧阳线。所以呢，目前是急涨之后的震荡和高位的回落过程。
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啊，在这个交易对上，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一个大的阳线，这个阳线完全可以构成一个标志性的悟空阳线。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上方有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但是呢，悟空阳线出现的涨幅非常巨大，我们可以看到啊，当天涨幅达到惊人的9%，也就是说，以太坊在前几个交易日出现了一个急速领涨反弹的一个过程。注意看啊，这里指的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出现了急速反弹。我们在这里看到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周线级别下跌稀有，这里的周线级别下跌稀有是由缓跌之后急跌构成的，所以呢，这里的反弹我认为最终会造成日线级别上涨稀有的反弹。同时呢，当前行情正处在以太坊和比特币交易对的一个收敛三角形的焦点位附近，这个焦点位呢具有吸引力作用，因此呢，未来以太坊是非常具有看点的一个币种。同时呢，前几天我们也提出了以太坊的观点啊，就是以太坊正在进行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我们看到这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阳线，达到12.35%的涨幅和13.24%的振幅，这根阳线呢就是以太坊快速反弹的标志性阳线，也叫悟空阳线。同时，基于这根阳线，我们可以合并 K 线到周线级别，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以太坊已经做完了它的周线级别上涨吸油，这个位置做短暂停留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调整之后，我认为以太坊的上涨并没有完全结束。那么，以太坊的最大的痛点和支撑位就在$1850附近，这个位置上是前面行情当中箱体结构和筹码密集区。注意看，这个筹码密集区和后面的箱体结构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所以呢，一旦回踩$1850是一定要布局多头的或者是现货的。同时，通过合并 K 线，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第一轮上涨期完成之后啊，它在$1850附近刚好是周线级别绿色线169均线所构成的一个支撑。因此呢，基于这里的支撑，以太坊可能会发生连续的周线级别上涨的可能性非常大。那么我们下一个目标点位是在$2500，也就是22年1月份筹码密集区的一个位置。那么这轮行情我们也观察到啊，多空争夺比较激烈，在比特币调整的过程当中，包括 Link， 包括我们之前布局的 Badger 啊，包括 Luna、Lucy、FTT、ORDI 这些强势币种啊，包括 Cake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式的调整。板块轮动在比特币高位横盘震荡或者是调节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那这段时间我们应该重点的是啊，首先是你对某个币有信仰的话要拿住，比如说呢，我们前段时间重点着重介绍了 Cake， 那这种行情当中我们就观察到了 Cake 在高位形成了类似于比特币的横盘收敛三角形结构，这个结构到达近焦点附近之后是有机会回落的，但是在这个结构当中也容易在近焦点附近酝酿多头。同时呢，我们观察到啊 Cake 它在周线级别甚至是月线这个角度上看是始终落后于很多强势币的，所以呢，我们的仓位重点布局这种有一段上涨动能，但是位置是落后的币种啊，这些币种要着重关注。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UNI 啊，那在 UNI 的这个结构上，我们认为啊 UNI 啊它是强势于刚才我们提到的 Cake 的啊，这种强势的结构让它接近于前面行情当中横盘构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但是我们刚才看的 Cake它在结构上是落后于这个筹码密集区的，所以呢，这里非常明显的看到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位置决定了我们布局哪个币种，位置决定了未来的空间会怎样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非常强势的币种，像 AMI 啊，这个币呢是 Binance 平台的次新币，在这轮行情当中，由于板块轮动轮动到了次新币种行情当中，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奥迪是本轮次新币种的一个发动机、发掘机。奥迪出现快速上涨之后随着奥迪在高位$24附近的震荡，那么一些刚刚上线 Binance 的币种也出现了它的上涨。那我认为 MEME 的这个币种呢是有一定持续性的，所以呢，在当前价格耐心等待它震荡完成之后，我认为可能会发生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它有可能时间级别上升为日线级别上涨。那现在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日线级别上涨的悟空阳线，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可能走出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不断创出新高。但是要重点注意的是现在 Binance 平台上线的这些币种筹码高度集中在哪儿呢？集中在超级主力，集中在项目方手中他们手中的筹码往往占市场当中流动性的95%以上。所以呢，对于这些高度控盘的币种，要提防的是项目方在高位突然砸盘，或者是因为比特币的调整让项目方被迫砸盘因此对于这些币种的布局一定要分仓进场，设置止损，同时获利之后要逐渐进行一定的减仓动作。
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